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赵丽颖的野心都写在脸上了。刚刚完结的《风吹半夏》是近1个月最热门的影视剧。该剧讲述了以女企业家许半夏为首的钢铁行业从业者，在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如何维持生存并谋求发展的故事，是一部典型的时代群像剧。饰演许半夏的演员赵丽颖也因此成为12月最不缺话题度的女明星。风吹半夏项目初期，导演傅东育有点忐忑，这是现实主义作品，又是改革开放题材，不那么好拍。赵丽颖提出大家冷静48小时再做决定。到了第36个小时，赵丽颖主动给他打电话，只要你想拍，哪怕让自己拍不好，也不能让别人拍不好。那一瞬间，傅东育在赵丽颖身上看到了许半夏的影子。是小赵同学的勇气把我踹上了这个战线，他说。是大女主，也是群像闯剧。与如今追求考公上岸的年轻人不同，90年代的年轻人流行下海经商。上世纪90年代，中国由计划经济改革为市场经济，中小企业经历了野蛮生长的阶段。有人说那是个摆地摊都能发财的时代，也是创业者眼中的黄金年代。风吹半夏正是着眼于1990年到2002年，身处钢铁行业的主角们见证的时代变革，以及他们自身境遇的兴衰起落。女主角许半夏是这个故事的题眼。她白手起家，毫无背景，眼光却很独到，通过倒卖废钢起家，一路披荆斩棘至独立开辟进口业务，开大钢厂，成为行业龙头。他与陈宇宙、佟骁琪组成的钢三角令观众印象深刻。小陈做事妥帖细心，任劳任怨；佟骁琪桀骜不驯，但很讲义气。他们从事业起步就始终陪伴彼此的身边，没有狗血的爱情线。他们既是创业伙伴，也是能以命相托的朋友。剧中钢三角永远不放弃彼此的友情也很动人。另一组核心人物则是半夏进入钢铁行业后认识的几位大佬，其中武建设是老大哥，退伍军人出身，话语权高，爱面子，愿意带大家一起赚钱，无法接受自己落于人后。武建设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传统大家长的影子，好赚钱也好面子，发家后为村子做了不少好事，求必正处事圆滑，唯利是图，是典型的生意人，拿不定主意时，总爱问问下属郭启东。郭启东聪明有能力，是当年少见的大学生，坐牢期间都能帮裘必正省下30万，他们相互利用也相互戒备，两人相爱相杀，郭2次进监狱都和裘有关，甚至有人磕到了微妙的 CP 感。另一位老板冯玉是钢厂老板，靠妻子和岳父起家，没什么事业心。起初想要抛下发妻去寻求爱情，2次离婚后，最终心灰意冷地回农村种地。冯玉早期恋爱脑，后期人称冯渊明。此外，男主角赵雷理性克制，重工业发展委员会副主席高跃进正直清廉。还有佟骁琪女友野猫、婚托周希等角色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。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大女主剧，其实它的定位更贴合时代群像闯剧，书写的不是一个人的成长，而是一群人的成长。风吹半夏开播首日便拿下猫眼实时热度榜冠军，如今爱奇艺站内热度破万，豆瓣开分 8.4， 可谓流量口碑双丰收，受到了不少主流媒体的认可。人民文娱给出高度评价，从大处着笔，细节写实。光明网则称，这部剧对我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进行了全景式的回顾与守望。那么风吹半夏究竟为何能做到流量口碑双丰收？或许离不开以下几层因素。原著文本扎实，
制作团队经验丰富。本剧改编自著名网络文学作家阿奈的作品《不得往生》，原著豆瓣评分8.3，文笔细腻写实，大江大河都挺好。欢乐颂等几部爆款剧的原著均出自他的手笔，由阿奈原著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。电视剧制作团队中，总导演傅东玉曾执导《破冰行动》《理想照耀中国》等大剧，编剧张庭写过《孔子春秋》《海上孟府》，亦是圈内资深人士。剧中画面对90年代进行了深度还原。如果看过这部剧，你会发现剧里有一股浓烈的怀旧色彩，大到房屋和建筑的风格，小到物件摆放，主角们开的车、戴的手表，以及他们的发型穿着，剧组都花了大量精力来还原，力求贴近那个时代。演员们也演出了角色的复杂性。王劲松扮演的许父刻板自私，偶尔又忍不住拿出父亲的名义关心女儿。刘威演的武建设，时而颇具情义，时而不择手段。他们正邪两副，很难简单的用好人或坏人来做评判。除去以上因素，在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，阶级流动性强，人们坚信努力能够改变命运，产生了一个又一个造富神话。这样大起大落的人物经历，对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。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。众多角色里，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最为人津津乐道，这也是风吹半夏的特殊之处。改革开放题材的影视剧中，很少将女性作为叙事主体，人们默认那是男人的天下。生意场上，许半夏聪明灵活，面对着一群低学历男老板，隐瞒自己上过大学，理由是这帮老板普遍文化不高，不待见大学生办事。饭桌上，他笑脸迎人，一杯接着一杯喝酒，让前辈们务必要带他玩。应了一句老话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其中有个重要桥段，武建设听说了一个从俄罗斯进口废钢的渠道，共5吨配额，利益丰厚。许半夏软磨硬泡要来了1.5万吨配额，最终支分到5000吨，为此四处向人借钱才得以成行。然而，当一行人去了俄罗斯后，他们发现自己是被骗了。临近春节，其他人自认亏损回了国，只有许半夏留在了这里，想要找到骗子。他找到了其中一个骗子，钱却回不来了。好在他找到了另一个买卖废钢的渠道，他决定再赌一把，直接进口5万吨废钢，并请求外企高管赵磊投资他2450万买废钢。此时两人不算熟悉，赵磊犹豫不定。半夏斩钉截铁地告诉他，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确定过，我们肯定会赢。赵总，请你相信我。而这批废钢后来的确让他打了场成功的翻身仗，在行业里站稳了脚跟。赵磊评价他赌性很大，许半夏反驳，这是叫魄力。以许半夏为代表的90年代女企业家，正是靠着这样的魄力，才在男性为主的行业里闯出了一片天。据全国妇女联合会统计，女企业家在80年代占中国企业家总数的10%，到了2002年，也才将达到20%。无论在电视剧还是现实里，上世纪80、90年代能在一群男老板中站住脚跟，都不是件容易事。许半夏有野心，目标也明确。剧里通过他的野心，探讨了一个问题：女性能不能有野心？有野心的女性会面临怎样的处境？这或许可以从许父以及武建设的台词中窥得一二。许父叮嘱他，手上有钱，踏踏实实过安稳日子就好，质问他为什么非要野心这么大。武建设也劝他，小女孩不要只想着赚钱的事，当务之急是找个好男人嫁了。老板们起初不把这个小姑娘放在眼里，随着她的生意渐渐扩大，成了当地钢铁行业的大人物，这帮老板才开始真正忌惮她，
防备他，甚至设计陷害他。此时，许半夏对他们的态度也产生变化，从前辈们带我玩，逐渐变成咱们合作必须我说了算。许半夏态度的变化，见证了他地位的变化。剧中的许半夏有野心，有能力，也有原则。事实上，电视剧将这个角色高度理想化了。野心向来不只是含有褒义，而是与利益、欲望相伴相生。在商业竞争中，多的是为了利益而违背道德，甚至违背法律的故事。不少资本的第一桶金都挣得不那么光彩。比如原著中的许半夏，起家史就没有那么干净。当他想租下滩涂做堆场时，面对村长哄抬租金，他找人用废油污染了滩涂，从而用低价租下，却也因此毁了海滩。这也是不得往生的由来。一位老太太对许半夏的诅咒比不得好死更严重。不得往生小说截图，许半夏先提议，听到童说有渠道，立刻拍桌叫好。剧中污染滩涂的人成了小陈和童潇琪，许半夏对此毫不知情，并在事发后极力挽救他们造成的损失，一直背负着对村民的愧疚。这样的改编让许半夏的形象更正面，符合观众朴素的价值观，却也损失了这个角色的复杂性。即使如此，许半夏依然是赵丽颖演过最富有张力的角色。翻开风吹半夏的豆瓣页面，不少人都给出了这样的评价。看了后发现赵丽颖和其他同期演员不是一个 level 了。85花里她很认真的在转型。现实里的赵丽颖与许半夏有着共通之处，出身较低，有野心，有清晰的人生规划，却也比较务实，低头吃饭抬头干活。早些年，赵丽颖接的多是《花千骨》《楚乔传》这类古偶仙侠剧，但近些年戏路有了明显转变，她演过的《知否知否》《理想照耀中国》《谁是凶手》《幸福到万家》等作品，要么是现实主义题材，要么角色有着清晰的成长线。赵丽颖的演技谈不上没有瑕疵，但也比以前进步了不少。导演傅东玉说过，自己看完阿奈的原著小说，想到的第一个人选就是赵丽颖。他们有过合作，她身上那种劲劲儿的感觉和许半夏很像。赵丽颖也曾在星空演讲上分享过跑龙套的经历，那时人人都说她是丫鬟脸，演不了女主角。回望这段经历，她笑着说，别让我抓住机会，一旦有我一定会拼命地抓住。这也证明了女性有野心并非坏事，如果没有野心，许半夏或许还在第一段感情中蹉跎时光，如果没有野心，赵丽颖也走不到今天。而正是赵丽颖的野心，让许半夏这个角色更加饱满，也让整部剧的完成度更高。风吹过了那个时代。风吹半夏面试前经历了2轮改名，第一轮是改掉小说《不得往生》的原名，变为电视剧《野蛮生长》，第2轮则又改成了如今的风吹半夏。网上有种有趣的解读角度称，3个不同的名字代表了3种不同的视角。站在普通底层劳动者视角，看商人为了生意不择手段，是不得往生；站在老板们的视角，回望过去的奋斗时光，是野蛮生长；站在时代的角度，他们赶上风口，抓住了机遇，是风吹半夏。而这阵风吹过的不只有许半夏，还有剧中的多个角色。老大歌舞建设出身贫苦，小时候睡过防空洞，嚼过树根，后来成了一名退伍军人。改革开放后靠钢铁生意发家，是第一波吃到时代红利的人。而裘必正、郭启东、冯玉等人也都曾乘上那股风扶摇直上。导演傅东玉在北青网的采访中提到，风吹半夏写的是钢铁行业，实际反映的是一个很多人共同经历的年代，即使处于不同行业环境，每个人都面对着一个勇闯天下、敢想敢干的年代。图片源于北青网报道。
最后几集中，许半夏提出与武建设、裘必正几人合作，新的钢厂自己占股60%，武建设占25%，裘必正占10%，冯玉则占5%。他说了一些掏心窝子的话。咱们几个做生意做到今天，一路上磕磕绊绊的，谁都有风光的时候，谁都有跌下来的时候，都不容易，也都不好过。咱们斗来斗去斗了这么多年，谁落着好了，最后都没什么好处。所以做生意，咱们还是要团结。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。总有人走在时代的前面，但没有人能一辈子走在别人的前面，总会有被甩下来的时候。就像赵磊说过的那样，每当政策变化，有人得利，就会有人被淘汰。许半夏、武建设、裘必正、郭启东、冯玉这一行人都曾在90年代经历过野蛮生长。与此同时，那个年代对于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尚未完善，他们钻过漏洞，犯过错误，最终也都付出了代价。许半夏的钢厂临近上市前被清算，在新出台的法规里，他们去俄罗斯买废钢以及拍卖省二钢的行为，涉嫌走私、侵吞国家财产等多项罪名，还面临着被判刑的可能。生意越做越大，许半夏的处境却越来越难。走私案结案，5人团胜诉，而侵吞国有资产案，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武建设决定为自己的行为担责。许半夏可以继续做他的生意，但他选择解散了所有员工，直面当年犯过的错误，和同肖琪一起去警局自首，坦白污染贪图的经历。做出这个决定后，他反而松了一口气。剧中最后一幕，许半夏和同肖琪在漫天大雪中走着，回望这些年的雨湿。现在想起来，我堆雪人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。从前那个堆雪人的小孩无惧无畏，星辰生花，星火燃烧，他烧光了所有的枯草，疯狂的梦想野蛮生长。后来小孩慢慢长大了，他的梦想实现了，但是他曾经做过的一些事，留下了伤痛的痕迹。他以为自己能像从前一样逃离，但走遍世界，他却发现无处可逃。最终，许半夏和同肖琪因污染贪图被判刑。由于这些年他们一直在对村民们做经济赔偿，又是主动自首悔罪，判了1年有期徒刑。